你以为这颗躺平的星球在偷懒？错了 ，NASA 科学家盯着它研究了40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让所有人沉默：天王星根本不是躺下来的，它是被人打倒的。什么概念？有一个东西用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的力量，从侧面猛击了天王星，把一颗星球生生打成了横躺。这个凶手是谁？至今没找到。更诡异的是，天王星被打倒之后，不仅没死，还把自己的卫星连带着一起带歪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它倒下之后，南极朝着太阳整整烤了42年，北极背对太阳冻了整整42年。你换算一下，42年滴水成冰的冬天，没有黎明，没有日出，漫漫长夜里只有零下220度的绝望。但最让科学家崩溃的不是这个，是天王星的内部。按理说，一颗星球的核心温度应该动辄几千度，可天王星的核心温度跟一个热水袋差不多。科学家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热消失了，没人知道去哪了。今天我们就来讲这颗被人打倒带歪了10几颗卫星，热量凭空消失，至今让 NASA 看不懂的星球。天王星其实肉眼就能看见，但几千年来没有一个文明认出它，甚至伽利略1612年亲眼看到了它，还以为是木星旁边一颗普通小星，随手记了一笔就翻篇了。直到1781年，一个白天指挥乐队，晚上磨镜片看星星的业余爱好者才认出了他。这个人叫威廉·赫歇尔，只是一个小镇乐手，他痴迷到倾尽家产，造了一台7米多高的巨型望远镜，邻居都觉得他疯了。就是这个疯子把太阳系的边界直接往外推了整整1倍。天王星进入视野后，麻烦才刚开始。科学家发现他根本不按牌理出牌，实际轨迹总是跟牛顿引力定律的计算结果对不上，偏差越来越大。顶尖天文学家开始怀疑自己的数学出了问题。有人猜测天王星外面藏着一颗看不见的行星，在偷偷拽着它跑偏。法国青年勒维耶只用纸和笔算出了这颗未知星球的坐标。1846年给柏林天文台写了封信，语气平静的像点外卖，请今晚把望远镜对准这个坐标。当晚海王星就在预测位置被找到，误差不到1度。天王星的 bug 反而帮人类多发现了一颗行星。天王星的自转轴倾角是98度，地球的23.5度给了我们4季，天王星是98度，相当于整个星球侧躺着在轨道上打滚。结果是太阳系最荒诞的气候，南极朝着太阳连续被晒42年，这42年太阳永不落山，只有一个没有尽头的白昼。然后北极开始对着太阳，而南极开始漫长的42年极夜，气温跌到零下224摄氏度。这是太阳系大气层最冷的行星，比更远的海王星还冷。更反常的是，被晒了42年的极昼里，极区温度竟然比赤道还高，极地比赤道热。这在物理课本里是要当反例讲的。科学家以为漫长极昼之后应该有剧烈的大气对流，结果天王星几乎是一潭死水，表面蓝蓝的、平平的，像一颗被 P 过图的星球。但别被骗了，旅行者2号1986年飞过时，探测到大气里藏着时速将近900千米的甲烷狂风，是民航客机的1倍多。没人知道这股风从哪来的，因为天王星内部几乎没有再往外散热，没有内部热源，哪来的能量驱动这么猛烈的风暴？这是天王星留给科学家的又一道无解的题。木星、土星的核心温度动辄上万摄氏度，不停向外辐射热量，但天王星核心只有约5000摄氏度，放在行星尺度上，这叫凉的。科学家反复测量，结论只有一个：天王星内部的热量消失了。一种假说认为，远古大碰撞彻底搅乱了内部结构，形成了某种隔热层，把热量锁在了里面，散不出来。还有一个更戏剧性的说法，在天王星深层高压环境下，甲烷被挤压分解，碳原子在极端压力下结晶变成钻石，像冰雹一样在星球内部下落。天王星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下钻石雨，这不是科幻，这是2017年发表在《自然天文学》上的研究结论。只是这些钻石永远沉在无人能到达的深处。大约40亿年前，一个质量相当于地球1到3倍的天体，以每秒数十公里的速度斜着撞上了天王星。那次碰撞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同时引爆几十亿颗氢弹。天王星的地壳碎裂，内部冰层大规模重组，连磁场都被撞歪了，不从球心发出，而是偏向一侧倾斜了59度，还每隔几小时就来一次方向混乱切换。但最诡异的问题是，凶手去哪了？那么大规模的碰撞应该留下大量碎片，变成卫星或者环，但天王星27颗卫星的轨道都非常规律，没有一颗像是大碰撞的直接产物。现场没有凶手的尸体，科学家提出3种可能：它被天王星完全吸收，消失在内部，碰撞后反弹飞出了太阳系，或者根本没有一次单独的大撞击，而是多次中等碰撞累积成今天这个角度。40亿年后的今天，这个凶手依然没有找到。2025年 NASA 宣布天王星探测任务已进入立项阶段，这将是继旅行者2号之后，人类第一次专门派探测器前往。探测器单程要飞约13年，今天出发，2038年前后才能收到第一批近距离数据。在那之前，他就这样侧躺在轨道上，带着那些没有答案的谜，带着被他拖歪的卫星，继续那不被理解的孤独旅程。你抬头看夜空，能看
看见那颗淡蓝色的光点吗？它距离我们将近31公里，光从太阳走到那里需要2个多小时。它是一颗被打倒的行星，扛着一个热量神秘消失的内核，顶着一场停不下来的钻石暴雨，侧躺着在太阳系的轨道上独自滚了45亿年。没有人拜访过它，没有探测器在它轨道上停留过，没有任何卫星在那里等着传回数据。太阳系里最被低估的行星不是冥王星，不是海王星，是这颗躺着走路的充满未解之谜的幽蓝色冰巨星。而它留给我们的问题远远多于我们能给出的答案。那个40亿年前把它打倒的凶手去哪了？它的热去哪了？那场没有停过的风暴能量从哪来？宇宙不欠我们答案，但它会在等待下一个敢于出发的人。你以为你亲眼所见就一定是真的吗？错了。1846年9月23日，一个从未被人类看见过的星球被2个数学家用笔算出了精确位置，误差只有1度。什么概念？就像你蒙着眼在45亿公里外扔飞镖，一镖命中靶心。更诡异的是，当天文学家把望远镜对准那个坐标，海王星真的在那一动不动地等着人类，像是宇宙提前安排好的约会。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这颗星球上刮着时速2100千米的风暴。什么概念？地球最强台风在它面前就是微风，1秒钟能把你从北京吹到上海。表面温度零下218摄氏度，内核却烧到5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一颗冰与火共存的怪物，关键是它距离太阳45亿公里，太阳光照到它需要4个小时，在那里看太阳，就像在地球上看一颗稍微亮点的星星。可它为什么是诡异的深蓝色，比天王星蓝得多得多？科学家研究了35年，至今没答案。今天我要告诉你，这颗被计算出来的星球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先说个让人头皮发麻的事实，海王星的风暴强度完全违背物理常识。按照热力学定律，风暴的能量来自太阳辐射，离太阳越远能量越弱，风暴应该越小才对。木星离太阳近得多，风速也就900千米每小时，可海王星呢？2160千米每小时，是木星的2倍多。这就好比一个快饿死的人，却能爆发出比健美冠军还强的力量。能量从哪儿来？2019年，科学家发现海王星释放的热量是它从太阳吸收的2.6倍，它在主动发热，像一个永不熄灭的火炉。可问题来了，这颗星球形成已经46亿年了，如果靠引力收缩产生热量，早该冷却了。那放射性衰变呢？计算显示远远不够，也没有证据支持，是化学反应。更离谱的是，海王星的邻居天王星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却冷得像块石头，几乎没有内部热源。同样的配方，为什么一个是火炉，一个是冰窖？没人能解释。然后是那场永不停歇的钻石雨，这不是科幻，是真实发生的物理现象。海王星大气层里有大量甲烷，当这些甲烷被卷入星球深处，温度飙升到几千度，压力达到地球大气压的数百万倍时，甲烷分子会被撕裂，碳原子被挤压在一起，形成钻石晶体。201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用世界上最强的激光模拟了海王星内部的极端环境，成功制造出了纳米钻石，证明这个理论可行。2024年的最新研究更发现，钻石形成的条件比想象中更容易达到，可能在更浅的地方就开始下钻石雨了。想象一下，在海王星内部8000千米深的地方，无数颗重达几百万克拉的钻石像冰雹一样不断坠落在液态碳的海洋里漂浮。英国王室皇冠上最大的钻石非洲之星才530克拉，在那里连个水花都建不起来。但这些财富对人类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埋在上万公里的高压地狱里，永远没人能触及。接下来说说那个让物理学家抓狂的磁场。地球的磁极跟自转轴只偏离11度，木星是10度，这符合我们对行星发电机理论的理解。但海王星的磁轴跟自转轴偏离了47度，而且磁场中心根本不在行星中心，偏移了13000多公里，大约是行星半径的一半。换句话说，海王星的磁场是歪的，而且是严重扭曲的歪，这导致海王星的极光不出现在2极，而是出现在中纬度地区。但海王星最让人心碎的故事藏在它最大的卫星海卫一身上，这是太阳系大型卫星里唯一的逆行者，其他卫星都顺着行星自转方向绕圈，只有它反着转，像个不服管教的叛逆少年。这意味着海卫一不是海王星亲生的，它可能是被海王星从柯伊伯带绑架来的。2015年，新视野号飞掠冥王星时，发现海卫一和冥王星的物质组成几乎完全相同，它们很可能是同一片星云中诞生的姐妹，只是命运将它们推向了截然不同的轨道。更惊人的是，海卫一体积比冥王星还大，如果它没有被俘获，它本该是柯伊伯带真正的王者。可现在呢，它被困在海王星的引力牢笼里，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潮汐力的折磨。旅行者2号发现，这个温度低至零下235摄氏度的冰封世界，竟然有活跃的冰火山，能喷发出高达8000米的氮气柱。它表面年轻的没有一丝陨石坑，还有稀薄的大气，这些都指向一个令人振奋的可能。它的冰层之下藏着一片全球性的液态水海洋，一个被绑架的世界，内心尽可能藏着孕育生命的机
机会，但剧本的结局早已注定，因为逆行轨道的潮汐力在不断消耗它的能量。海卫一正在慢慢螺旋坠向海王星，科学家预测大约36亿年后，它会突破洛希极限，这是行星引力撕碎卫星的临界线。到那时，这位曾经的柯伊伯代之王会被海王星的引力彻底撕碎，化为一道无比璀璨却又凄凉的光环。作为自己数十亿年囚徒生涯的最终墓志铭，而人类自旅行者2号那次历史性的一瞥后，已经35年没在近距离见过这位蓝色幽灵。海王星绕太阳一圈要165年，从它被发现到现在才刚刚过完第一个生日，我们连它一个完整的季节变化都没观测完。NASA 曾经规划过海王星轨道探测器，但因为距离太远，成本太高，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按照现有技术，飞到海王星需要12年，而且必须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才能加速。海王星就像宇宙给人类出的一道考题，它告诉你，你以为你懂的那些物理定律，在这里通通不管用。风不该这么大，热量不该这么多，磁场不该这么歪，钻石不该这么下，可它偏偏就是这样。你能怎么办？你什么办法都没有，你只能站在45亿公里之外，看着这颗蓝色的恶魔，承认人类的渺小。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们会派出探测器深入海王星的大气层，解开这些谜团，但在那之前，它会继续孤独地旋转在太阳系的边缘，用那时速2400千米的狂风和永不停歇的钻石雨提醒着我们，宇宙还有太多我们不懂的秘密。